随着新一轮的试炼开启，天神书院响起了大道之钟，召唤所有强者。长老们宣布大乱将起，9天10地将陷入战火之中。因此，书院决定将一些仙道经文传授给弟子们。然而，这些经文属于古法，与当时的修行体系有很大不同。长老们强调，金氏法并不弱于古法，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强大，因为有人已经走到了最前沿。在场的都是各族年轻一代的至强者，他们大多已经修出了一道仙气，这是他们的骄傲。然而，长老们指出，修出仙气并不一定代表在当时是最强的，这让在场的年轻人们感到震惊和不服，他们的骄傲受到了挑战。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，一位身穿金色道袍的长老现场举例，他指向了曹雨生，一个只修出了一道仙气的小胖子。长老要求曹雨生展示他的金师法修炼成果。曹雨生虽然不情愿，但在长老的威逼下，他展示了自己体内刻下的无上杀阵，这让在场的众人感到震惊。长老解释说，曹雨生的修炼之路是金师法的一种体现，他在列阵境界时就超越了极境，不断完善自己的道果。长老进一步说明，斑血、洞天、铭文、列阵等境界都有这样的机缘，每一个境界都做出极限突破，超越过去，登峰造极，百指竿头更进一步，这也许就是一个崭新的境地。接着，长老又提到了10号，他在洞天境实现了大突破，10大洞天破碎，融合归一，超越历代前贤。如果他进一步完善，即便不动用仙气，凭借唯一洞天也可压制修出仙气的人，这让在场的众人感到更加震惊。他们意识到金师法的潜力和威力。长老们强调，金师法和古法都有其优势和难度，选择哪一条路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。他们提醒众人，人的精力有限，不可能万法皆通，现在是做出选择的时候了。愿意学仙古法的留下，不愿意的可以离去。最终，10号选择了仙古法，这让二长老感到意外，因为10号似乎更适合走金师法。然而，10号的选择表明他想要探索古法的奥秘，寻找新的突破。他明白仙古法与当时法有许多对立之处，但仍然想要印证这条路。10号的态度明确，他希望先走古法，再悟金招法，以实现厚积薄发。周围的人对10号的选择感到震惊，他连王家的人都敢针锋相对，自然让人忌惮。一部分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师法，因为长老们描绘的前景十分美好。还有许多人非常纠结，难以确定自己要走哪条路，因为这是影响一生的大事。10号果断地走向了选择仙古法的人群，那里大多是生面孔，但也有认识的人。随着他的到来，一些人都让开了一条道路，对他敬畏有加。选择学仙古法的人虽然没有对面的人多，但都是高手，如邀月公主、玉驼。甚至王熙也来了。其他选择修仙古法的人，有多位都是修出2道仙气的强者，皆是阴劫中的佼佼者。10号看到青衣、月禅也选择了仙古法，而曹雨生则被身穿金色道袍的老人强行踢回了当师法的阵营。随后，一位长老带领选择仙古法的人前往书院深处，而剩下的人则被带走，踏上另一条路。他们来到了一片古道，这里是仙古纪元留下的遗迹。4长老盘坐在一块巨石上，开始为他们讲道，让他们精通仙古法。他强调，想学古法，必须了解其文字与语言，这样才能施展咒术、道符等。4长老在虚空中画刻出一个又一个奇异的符号，这些字犹如金属液体铸成，亮灿灿，有金属的质感。很快，人们发现4长老刻下了上万字，而且他显得很吃力。他解释说，这些字需要仙道气息，但他领悟了这些字的含义。他补充说，真正的仙古字足有100万，浩瀚如星河。众人闻言都是心头发颤，同时充满渴望。有人已经开始磨刻虚空中那些古字，想要参悟，结果发现真的劲道，越是凝视越发觉得神秘。10号也倒吸冷气，他明悟出了一些，但感到头大，想记住这些古字绝非易事，任何一个字都有一种奥义，阐释了一些规则与道理。4长老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，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，他抖动袍袖，放出一座白玉小山，上面刻满了不下100万的文字，这些古字熠熠生辉，被在场的人当宝贝似的研究。4长老解释说，这是一座仙古纪元留下的玉石山，它的作用仅仅是帮人参悟古字。传说山顶被削平前，上面还有108个古字，这些古字是浓缩的大道真意，据传掌握一个就受用无穷，但如今都失传了。4长老告诉众人，这些古字是大道的碎片，蕴含着真意，是修行的重要载体。10号等人登临山巅，渴望参悟这些古字，尤其是那传说中的108个古字，他们拥有鬼神莫测之力。然而，山顶被削去了一截，断面平滑，令人惋惜。4长老安慰众人，表示9天10地藏有一些未开启的仙家洞府，也许有一天他们足够强大时，可以去探险，发现那终极仙文。4长老让众人从最基本的文字开始参悟，遇到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向他询问。他还提到，这座白玉山被他和诸位长老炼化，蕴含着他们的精神印记，可以帮助众人悟透古字。众人开始钻研，但很快发现这些古字并不容易理解，他们是大道的载体，蕴含着天地的本质。
在参悟过程中，一位修出仙气的年轻修士因触动长老留下的精神印记而受伤，这让大家意识到白玉山的危险性。玉陀和王熙等人在参悟时也遇到了不同的麻烦，但他们凭借强大的实力化解了危机。石冠王在参悟时，其体内的世界树又苗显化，引发了四长老的惊叹。青衣则凭借头上的青月燕悟出了上万古字，让众人震惊。四长老解释说，选择修仙古法的弟子必须选择一枚仙种，与自身一起进化，仙种越超凡，合道时成就越大。他提到，世界树和宇宙雏形是最佳的仙种，但这种东西极为罕见。他承诺，过段时间会带众人去寻找各自的仙种，并提到界坟是一个可能的地点。最后，四长老透露了另外2个书院的存在，圣院和仙院，这让众人感到震惊，意识到天神书院并非唯一的修行之地，他们必须提升实力，奋起赶超，以免被其他书院比下去。四长老向众人介绍了圣院和仙院的情况。圣院和仙院是9天10地中极为神秘的2大书院，与天神书院并列。圣院专注于培养绝代人杰，主修新式法，而仙院则主修古法，两者都拥有深厚的底蕴和强大的弟子。四长老透露，两院的弟子大多是隐世老怪物的关门弟子，这些老怪物甚至包括了与这一纪元同岁的存在，辈分极高。四长老提到，两院的弟子在修行上有着极高的成就，甚至有人尝试复活仙古纪元的遗骸，或者通过极端手段让弟子重修以实现超脱。这些尝试虽然极端，但也有成功的例子。四长老强调，两院的弟子个个都是天骄，不久后可能会与天神书院进行交流，希望天神书院的弟子们不要让人失望。四长老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，两院可能会在交流中挑选精英弟子，这意味着修古法的弟子可能会被仙院的老怪物带走，修行施法的弟子也许能进入圣院。这一消息引发了众人的震惊和讨论，他们意识到两院的强势甚至比天神书院还要高一筹。四长老进一步提到，两院中的一些老怪物非常强大，连天神书院的大长老们都要忌惮。他举例说，元清，一个已经迈入至尊领域的人物，也曾是两院的弟子，但最终因为无法通过考核而被遗弃。尽管如此，两院还是给予了元清很多道书和指点，帮助他取得了今日的成就。四长老的这番话让众人感到震惊，尤其是石浩，他对元清有着深刻的仇恨。四长老通过提及元清，提醒石浩不要轻易招惹他，因为元清与两院的老怪物们有着密切的联系，而青衣的修炼速度令人瞩目。他凭借清月燕的助力，能够迅速理解古字所蕴含的大道真意。四长老惊叹他天生适合修仙古法，这一成就引起了众人的关注，甚至书院的长老们也开始关注他。随着青衣的潜力被发现，他的清月燕被确认为上一纪元清月仙子陨落时留下的火种。这一消息在小范围内传开后，许多古老家族开始行动，试图拉拢他，甚至有家族提出将青衣娶进门中的人可以考虑继承族长之位。石浩对这些消息感到惊讶，同时也对青衣和月禅的关系感到困惑。古老家族的能量巨大，他们很快发现了青衣与月禅的关系，意识到他们的潜力巨大。白玉山上，众人继续修行。四长老带来了一座仙古炼丹炉，里面藏有修炼仙古法所需的法脉丹。四长老宣布丹药有限，凭实力领取，这引发了众人的竞争。石浩和其他高手如石冠王、王熙、绿驼、芷仙等都来到了丹炉入口处，准备争夺丹药。石浩让莫道先行，但被其他高手阻止。此时，青衣也到达了丹炉入口，石浩邀请他一起入内，但有人提出挑战石浩，想要试探他的实力。石浩面对挑衅，表现得极为冷静。当一位修出2道仙气的青年男子挑战他时，石浩毫不在意，反而让莫道出手应对。莫道展现出强大的实力，轻松击败了对方的攻击，并将其斩杀。随后，又有几位持有秘宝的生灵试图试探石浩的实力，但石浩以惊人的肉身力量迅速击败了他们，甚至徒手撕碎了青铜傀儡和长生家族赐予的秘宝，展现了他作为炼体者的恐怖实力。石浩的冷酷和强大让在场的众人感到震惊，他的实力远超他们的预期。最终，几位修出3道仙气的年轻至尊坐不住了，他们决定亲自出手，试图逼迫石浩展现他的真身和真正的实力。绿驼、王熙、玄坤等年轻至尊纷纷向前逼近，他们怀疑石浩的真实身份，想要确认他的来历。石浩面对众人的逼迫毫不畏惧，甚至挑衅地表示愿意与他们一战。莫道站在石浩身边，一同面对这些强大的对手。气氛瞬间变得紧张，年轻至尊们即将交手，这是一场极为重要的对决。其他人都退后，屏住呼吸，不敢介入这场冲突。绿驼率先开口，表示想要与石浩领教一番。莫道出列，手持金色战矛和龙蛇形状的剑刃，展现出强大的战力。绿驼点头同意，两人随即展开了巅峰对决，6股仙气大碰撞，引发了惊人的仙光。与此同时，玄坤和王熙也表达了与石浩切磋的意愿。王熙更是直接质问石浩的身份，指责他让他的族人难堪。石浩则回应说，是王家的人先让他难堪。王熙愤怒地表示要与石浩一战，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石浩则调侃王熙，表示不介意与他双修，这让王熙更加羞恼。最终，王熙挥舞着一柄蕴含黑暗仙境的黑色仙剑，向石浩发起了攻击。石浩则以神通画出一只土黄色的大手，试图将王熙擒住。
王熙与石浩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王熙施展出了王家的真交宝术平乱诀，这是一种极为罕见且强大的天功，足以镇压一切敌人。然而石浩也不甘示弱，他施展出了鲲鹏法，这是一种蕴含阴阳变化的古老法则，展现出了惊人的力量。两人的战斗异常激烈，从天上打到地上，又从地上打到石炉前，双方的宝术相互碰撞，引发了天地的震动。石浩的鲲鹏法与王熙的平乱诀相互抗衡，展现了两种强大的天功的对决。石浩的鲲鹏法已经达到了极尽升华的境界，足以与王熙的平乱诀相抗衡。在战斗中，石浩还是展出了6道轮回这一至尊殿堂的无上天功，进一步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。最终，石浩利用一种神秘的力量，从虚空中生长出金色的枝条，将王熙缠绕并禁锢住。尽管王熙奋力挣扎，但金色枝条却越缠越紧，最终将她彻底束缚。这场战斗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，王熙被石浩擒住，这一幕让在场的众人难以置信。石浩的实力和身份再次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，许多人开始怀疑他是否就是那个传说中的下界少年，那个曾经被元清放逐进太珠古矿的人。石浩利用金色柳条成功的束缚了王熙，尽管他试图用黑暗仙金剑斩断束缚，但金色柳条坚韧不拔，反而勒得更紧。王熙的挣扎和攻击都无法摆脱石浩的控制，他甚至动用了灵身，但依然无法改变局面。石浩的灵身纷纷出动，与王熙的灵身展开了激烈的搏斗。他的鲲鹏法和柳身宝术展现出了惊人的力量，让在场的众人惊叹不已。随着石浩的灵身与宝术的结合，他的身份逐渐被确认，他正是那个曾经被元清放逐进太珠古矿的下界少年石浩。就在石浩即将擒住王熙的关键时刻，王熙的元神突然出鞘，化作一道绝世剑芒，直接斩向石浩。这道剑芒的速度极快，几乎超越了丝感，让石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他迅速躲避，但王熙的元神剑态依然紧追不舍，其速度之快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石浩在躲避中意识到，王熙的元神剑态已经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境界，他的元神几乎完全化为了剑态。这种修炼方式古来罕见，尤其是在他这个年龄段，更是堪称奇迹。石浩意识到，如果不能找到应对之法，他可能会在这场战斗中败北。在关键时刻，石浩决定不再躲避，而是正面迎击王熙的元神剑态。他捏拳印与元神剑态正面碰撞，火星四溅。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，因为元神剑态的速度和威力都极为惊人，石浩竟然能够正面阻挡。石浩的至尊血液复苏，他同时施展出了上苍、轮回以及第3种未明的神通。这3种宝术的符文在他的血液中纠缠叠加在一起，让他发出最为刺目的光芒。一刹那间，光月无尽，从他的肉身冲出，淹没此地。那种叠加在一起的宝术无处不在，席卷四方。王熙的元神剑态被石浩的宝术阻击，他怀中的黑色小剑受损，令他大吃一惊。石浩的3种宝术叠加，威力强大，但王熙的元神并未衰老，只是剑受损。意识到危险，王熙的元神迅速回归肉身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。石浩趁机攻击王熙的肉身，最终成功将她擒住。王熙被金色柳枝捆住，显得十分狼狈。石浩宣布他的失败，这让王熙感到羞愤。王熙是王家的天之娇女，如今却被石浩擒住，这让他感到极度憋屈。周围的人群发出惊呼声，王熙的失败让他们感到震惊，而石浩的身份被揭露后，更是引起了轰动。石浩的身份被确认为荒，一个年仅20岁就修出3道仙气的天才。他的出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惊讶，轻易向他挥手。月禅就是石浩本人。石浩的清秀面容让众人感到意外，他不仅实力强大，还长得十分俊美。石浩与邀月公主进行了一番交易，提出如果邀月公主能给他古天宫、十凶宝术或王家的平乱诀，他就将王熙交给他。邀月公主表示会考虑，这让王熙感到极度愤怒和羞恼。最终，天神书院的4大长老出面制止了这场闹剧，要求石浩放开王熙。石浩无奈，只能将他放开。随后，石浩带着墨道冲进石炉中寻找宝丹。绿驼、王熙等人也紧随其后。石炉内部空旷，地上覆盖着厚厚的灰烬，这些灰烬中蕴含着仙气和药性，显然是长老们故意留下的机缘。石浩在石炉中发现了神液和神丹碎片，这些发现让他感到惊喜。他迅速将神液收入玉瓶中，并对神丹碎片感到好奇，怀疑这是9转仙丹的残片。